玄奘寺牌位养鬼，地藏殿灯下禁国。遭受日军屠杀的南京，怎么至今还有人丢了中国人的灵魂？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南京这个事儿呢，我是前天晚上看到有朋友给我发几个照片，刚开始我还只看了里边那些个具体的图像，还没有看相关文字。我一看这个图像照片里边什么古寿夫啊、松井石根的牌位，我第一个反应是日本靖国神社里的牌位原来是这样的吗？然后再一看才发现，原来这不是日本，都是在国内，是有人在中国供奉日本侵华战犯，而且明目张胆把牌位放在了南京这座抗日战争中因为南京大屠杀而充满悲情的城市，放进了九华山玄奘寺地藏殿进行了供奉。现在很多媒体就指出来了，玄奘寺东边700米外就是太平门大屠杀纪念碑啊，就隔着700米还有人能搞出一个靖国神社的南京分部。但是如果我说我看到这么大一件事一点都不惊讶，你们会不会惊讶？为什么呀？因为1991年到1995年我在南京上大学，当时我就在南京见过这种事儿。我记得有一年为了兴建一个酒店，有个抗日战争的纪念碑要被拆除掉，然后呢，就有一些个愤怒的南京市民要以身护碑。当时江苏省文物局明确指出抗战纪念碑是文物，不能动。但是推动拆除纪念碑的是南京市文物局，市文物局说这个碑历史不算久，不是文物。我想现在很多南京市民还记得这件事儿南京大屠杀这种历史仅仅是用年代数字来体现价值的吗？我还记得当年有一对北京的年轻夫妇到南京度蜜月，出了火车站之后，他们想去看看江东门，去凭吊一下大屠杀的死难者。结果出租车司机说那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呀，就想把他们往酒吧街拉。很好理解他把客人送到有关系的酒吧，酒吧就会给他好处这跟现在某些地方的旅游是一样的，某些地方的旅游还有这个风气嘛。这个司机眼里边可能只有这点钱，不知道自己城市里边这个江东门有什么样的历史凝重。同样在寺里边供奉一个牌位，每年要给寺里2万到4万人民币呢，所以这后边是一个什么样的商业操作，我们也能想不到。事情发生后，大家都想知道2018年就开始供奉这些战犯的那个吴阿平是什么人。其实我觉得这个人是谁，为什么要供奉这些战犯都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2018年这个人开始供养战犯牌位的时候，制作牌位的人就不知道这几个名字是谁吗？寺里管理人员每年收起管理费用的时候，怎么可能不知道哪个牌位在充值续费，就不知道地藏殿里边养了鬼吗？这几个名字全国上下都应该记得住，尤其是生活在南京的人绝对不可以忘掉。中国日报的文章说的对，我们不会宣扬挑起新的民族仇恨，但是并不代表我们的人有资格淡忘历史，而且这根本不是什么正常的中日经贸文化交流，这是对中国的诅咒。我说我不惊讶，还是因为我知道即使在今天，除了南京，在其他很多地方，我们身边还有些人活得跟没有灵魂一样，只要自己能够挣到钱，他们甚至不会在乎这个国家明天会落到谁的手里。因为工作原因，我们跟国家反恐办、跟安全部都有业务联系，他们就有领导告诉过我，说有一段时间暴恐分子是在东南沿海某些省份找小商家帮他们制作暴恐宣传视频，视频内容不是宣扬极端主义思想，就是介绍如何制造武器炸弹，而那些小商贩根本不在乎内容是什么，给钱就做。所以虽然南京市委市政府已经采取了措施，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处罚，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因为其他那些浑浑噩噩的人可能根本就不关心出了什么事儿，不知道什么人受了处罚，他们也不想知道。也许这些浑浑噩噩的人，他们可能真的没有恶意，没有故意，但是这种腐烂，这种愚昧，有时候比外面的敌人更能危害我们民族的健康。我真的不希望南京或者中国其他地方再有人供奉战犯屠夫、反动军阀和恐怖分子。
该想办法让那些没有灵魂的人重新拥有中国人该有的灵魂了。